日本人在这边设立的第一所学校——鲤鱼尾藩人工学校。这个就是本店的位置的啦。其实这个厂区是在2战时候就已经被空袭轰炸过。虎溪铜纹属于日本皇室的家纹哦。纪念碑呢做了一个像城堡的造型，这边有写盐行会社嘛。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那我身后这座小山呢的远方还有一座山被云给遮盖到一半了。那个山是鲤鱼山，没错，我又回到我的踏查之旅了。那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哪里呢？寿丰。那寿丰乡呢，范围其实还蛮大的，那包含我们的池南嘛，也就是鲤鱼潭那边再加上我们的东华大学，这个还没有完跨越过海岸山脉盐寮也就是海洋公园那边，过了跳浪隧道之后的水莲再往南还有一个丰田全部加起来是为寿丰乡的一个辖区那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寿丰村为寿丰乡的一个行政中心。那大家知道吗？这个寿丰村的前身是为寿庄，那在更早呢，还有一个名称叫鲤鱼尾。怎么说呢？因为它就在鲤鱼潭的下方这边嘛，就称为鲤鱼尾。这个名称其实一直到了1917年日本人在这边设立了移民村嘛，就是丰田移民村鱼尾就把它更名为寿村后来实行街庄制的时候，就合并了丰田村，再加上我们的鹤田村还有那个池南那边全部统称为一个叫做寿庄。那其实在1920年之后呢，我们这边就开始有了制糖了嘛于是呢，我们这边的寿庄跟着就繁荣起来。那我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带大家来踏查我们寿丰这边过去存在过的一些历史好，那因为我资料准备的有点多那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我前方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一条产业道路这条路一直走呢，就可以到鲤鱼潭那右侧呢过去就是我们的台九线了那我的方向呢，要往这边走。前面有一个教会，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教会是基督教长老教会，叫利拿恒教会。不过呢，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寿山教会寿山教会，利拿恒指的是光农部落啦。那光农部落又称为里拿汉。不过那是七角川事件之后呢，那边的阿美族移居到我们的那个光农部落。所以光农部落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七卡苏岸七卡苏岸就是七角川一直走才是公园路啦。那左转呢是寿山路，然后前方是寿丰国小这个是图书馆然后右边是寿丰文康中心。其实前几天我有在翠上面发表一篇文章也就是叶伯强老师所提供的一张旧照片那张旧照片为寿丰乡反共自卫队的一群人的一个合照啦。那些人的后方很显然的就是栋日式建筑嘛。有一个网友我觉得他蛮厉害的比对之后发现后面那个山的形状跟那一张旧照片那个山的形状是一致的。那当然这边的旧房舍已经都全部拆掉了那我的猜测呢，应该就是在这地方了也就是现在图书馆的位置这个就是寿丰国小了。那寿丰国小的前身呢为寿工学校。那其实这个寿工学校呢在历史上曾出现过3个名称最早为鲤鱼尾藩人工学校后来在1917年我们的寿村成立了嘛，于是呢这边就把它升格为寿工学校。那再来就是1933年我们的寿神社也设立了，那时候又把它更名为宫下工学校。那为什么会称为宫下呢？这个也是日本人他们命名的一种惯例啦。一般来讲，像是神社的下方都会有一个宫下町嘛。那如果神社呢是在平地就会称为宫前町。那如果是在城堡的下方呢大家猜看看会称为什么？城下町。
在东台湾展望毛利之郡那本书里面哈，也有一张我们寿工学校的一张旧照片哦。还有我们的岳国祥老师呢，也收藏了几张我们寿工学校的一些旧照片哦。接下来要带大家去找另外一个部落哦。这个公园路要左转哦，上面写一个寿农社区。这个部落叫做加鲁巴兰哦，说是我们这边寿丰哈最早有人住的地方哦。好，那部落呢就在往这条路进去哦。其实这个部落哈几乎没有人来记录过了哦，也没有报道过。好，前方就是部落的位置了。好，不过今天他们好像有告别式。对啦，有一个告别式。这支部落呢还要继续往里面走了，不过呢。我想说，往这边去好了。哦，这件事不方便逗留太久了。哦，这个部落很小哈，因为我们寿丰这边哦，其实现在住了很多汉人了哈，闽南人啊，还有客家人，会忽略掉我们这边其实还有2、3个部落。基本上有3个部落啦，哦，这个部落呢就叫做加鲁巴兰，好，然后再往下走嘛，往丰田那个方向还有一个部落叫做吉哈蒙岸，好，还有另外一个哈是在寿丰车站那边有一个叫做萨纳塞，也是一个阿美族部落，哈，然后这边这3个部落哈前面会加一个起嘛，哈，我的猜测啦，哈，那个起会不会指的就是吉卡苏岸哈，因为他们。部落命名的习惯哈，通常会将他们原先过来的那个祖先嘛哈，把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再加上名称的前方。好，不过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哈，如果有错哈，再烦请各位跟我更正。那我现在走这条路叫做山边路，这条路是最早的路哦。这条山边路呢，其实是非常的长哦，它一直延续到我们丰田那边，是一条非常幽静的小径产业道路。旁边这一栋屋子呢，感觉好像也有一点历史的。自然的清水模，这边有一条往上走的一条步道哦，也是一条小产业道路。好，那可以到哪里呢？这个就是可以到那个寿神社的神社内院。哦，这边有住了2、3户人家哦，然后前方呢就是要去寿神社的参道咯。哦，哎，狗狗，狗狗。好开心的！上次我来，它一直追着我。这边有一个解说牌，好，把我们这边的部落的位置标志出来了哦。我刚才不是有讲那个萨纳塞部落呢？哦，那个就是在寿文路那边哈。不过这个部落好像看不出什么部落的痕迹的哈。这个寿神社呢，已经改造成中山公园了哦。这个关于这个寿神社，我也请教过阿龙老师的哈。这个中山公园的设置呢，你看这边有步道嘛，哈，这边。这个步道是绕着公园一圈的哈，这种设置法哈，就让我联想到我们的宜兰公园嘛，啊，不是宜兰神社啦，天下为公哦，中山公园前面这一块平台呢，就是昔日的拜殿的位置。那我的推测呢，这边应该是以前守水社的位置哦，一般来讲都是我们面对本殿的右侧嘛，哦，不过我在日本看到会有设立在左方的。那基本上我们这中山公园那个格局呢，跟神社是无异的啦，哈。你看，好，我的後方呢，你看还有2段阶梯嘛。然后一般来讲，本殿就是在现在那个中山，孙中山塑像的那个位置哦。好，这个就是本殿的位置的啦，哈。这个基座也不是原件哦。那这个寿神社呢，是1933年正作嘛，它被拆除的时间非常早了，在战后它就马上就被拆除掉了。后来曾经好像有一度改建成一个教堂嘛，然后呢，在1974年，那行政命令下来就是设立了一个公园，一直到现在。那我在猜想是当初教堂设立的时候，应该这边还有留有一些遗构了，然后直到全部更新成一个中山公园的时候，
任何的一个神社的遗迹哈，完全消失看不到了哦。那其实寿神社它的资料其实也不多了哈，不过那个叶伯强老师好像收藏有一张神社那个拜殿的那张照片哦，给各位看一下哦。大家应该可以想象，这边应该以前有一个大鸟居哦。好，接下来啊，我们来走公园路。刚刚把那件薄外套给脱掉了。好，那这边呢，就是他们的寿丰部落的多功能聚会所哈，每年的丰年祭都会在这边举行。好，我们要往这边进去。东台湾展望毛利之君呢，有一张我们这边以前有一个寿派出所的旧照片，那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啦。那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从旧地图这样套图去推断的啦。好像就是在我们的寿工学校的右方，寿丰乡卫生所前面这条路左转进去，左方也有一间教会，这教会的前方有一块空地，这边有一个货柜屋，我的推测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一间像是铁皮屋的，是全联哦，对。然后这边呢就是寿山路了，右转就可以到寿丰车站了，然后现在派出所是在这个位置，它跟那个户政事务所是紧邻着的。好，那我们往寿丰车站那边去了。好，那这条呢就是台九线了。其实前面那条叫做寿丰路啦，应该算是寿丰的老街。然后这边有一间旧房子，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早餐店。我稍早的时候有拍了一段给大家看一下。这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那种早餐店那这一间叫做裕丰寿司屋这间裕丰寿司屋呢是我们东华大学的学生推荐的这个就是寿丰车站了。寿丰车站它的站体是采高架式的。过来这一头呢，有一座桥，这叫和风桥。这和风桥过去呢，叫农垦街，以前叫做农垦大桥。现在更名为和风桥。那这个寿丰车站，我有一张旧照片那当初称为寿义。那大致上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台东线这个铁道的历史好了啦其实在1899年日本人领台初期就已经开始着手规划我们这边的铁道了啦。事实上是在1910年才完成所有的评估嘛，从那时候开始历时的7年才完工。不过那一段是花莲港到乌斯格那一段，那其实还有第二段，就是从里龙一直到台东那一段后来是在1919年又完成了那个乌斯格到里龙那一段在应该是在1926年就全部把它贯通成为一条完整的台东线。那当初日本在规划这个铁道的时候是为762米里那其实在当初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预留那个1067的一个载轨的一个宽度了。后来经过时代的变迁我们台东线开始拓宽嘛也就是东拓的时候于是呢就将762拓宽成1067那一段东拓时期呢也是一个非常艰辛筚路蓝缕的过程这个和风桥过去呢，就是以前盐塘的厂区，然后现在是把它规划成一个农垦街在那边然后这边是叫做共和村。基本上这个厂区呢，已经找不到什么痕迹了啦。不过好像也有若干的房舍那种墙还留着我们去找看看好了。我们这边右转这个地方叫做共和村，那这个共和村是战后
规划出来的一个行政区域的哈。像这样子的砖砌的屋子呢，极有可能是以前的旧屋子了哦。其实这个厂区呢是在2战时候哈就已经被空袭轰炸过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间哦，这间好像比较完整哦，我的推测应该也是哦。这边还有一间，这是共和社区的活动中心哈。寿丰糖厂哦，也就是寿工厂原来的厂区的地方了哈。那基本上这边有2个区块，现在把它规划成农垦街哈。一开始是安排一些我们的农民弟兄哈进驻到这边来，所以这边住的应该都是我们的农民弟兄的后代啦。然后第2个部分是在等一下我会去的地方，叫做台东农场花莲分厂。一般来讲，我们都把它称为花莲农场，这样比较好记。这边为什么会成为一些农民弟兄所进驻的地方呢？主要也是因为台党当初在接收我们的寿丰糖厂的时候算是有一点等于是说被空袭到，算是一个半毁的状况，所以呢，一开始比较没有钱，经费比较不够，然后我们台厂为了要精简这个人力以及开销那只能选择一个地方作为集中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光复糖厂。那大家知道吗？光复糖厂当初是全毁的现在我们去看到光复糖厂的一些日式宿舍是战后时候再重建起来的。那这边原来是属于台糖的地嘛，于是台糖就决定跟我们的农民弟兄换地。那原来我们农民弟兄的地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凤林农民总医院后面那边那个地方现在变成是一个中原农场。然后农民弟兄于是才过来到这里，所以才会有一个退辅会的一个农场在这里。当初的寿工厂还是有一些机械是可以用的，一部分是把它移动到光复糖厂这边继续使用嘛，还有一部分是听说是把它拆解掉，说是要运往到广东那边去。当初这边还有一个酒精工厂，那酒精工厂是专门生产酒精嘛，在战时是提供那个战机很重要的一个燃料所以呢。当初盟军在轰炸的时候，都会挑我们的糖厂进行密集的轰炸。这个机械拆掉之后，就保留酒精工厂。这个当初拆掉那些机械是由我们这边的一些糖厂的一些旧员工负责拆卸。那拆卸完之后就搭船据说他们只会拆卸，不会组装。于是呢，就有一个消息是说，其实是没有运到广东就到海南岛之后呢，就把当初拆下来那些设备就把它丢在那个海南岛，他们就这样回来了。不过这个是没有经过证实的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那个台东农场咯。对了，差点忘掉，我们来看那个昔日的旧糖厂铁道要往这边走。这地方要右转这个是他们的篮球场在这地方左转。好多狗狗。前往河的那条路呢，就是以前的旧糖铁的位置。旧糖铁呢是走这一段然后呢来到这一段，这一段就不是据说是走这一段这一段已经变成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一条圳沟，这一条叫吉利街不过我只能选择走一小段了然后待会会进到台东农场花莲分厂那个区域了这个旧糖铁线呢，是我自己在旧地图上面发现的。然后我左侧这条圳沟呢，应该是早田圳，当初是建设来灌溉我们这边。这边应该以前都是蔗田，这边的地名都有点奇怪然后往右边是到鱼池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就可以到利川渔场这边地下水很丰富所以这边有很多渔温然后那个利川渔场好像也是一个外地人来这边盖的。这个桥的下方呢，就是老溪那农场呢就在那边，所以这个早田圳呢就是引流至这个老溪的我们这边要走堤防下去，然后以前的旧糖铁是要继续往那边走那不过呢，我现在要去农场。我们到农场咯。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台东农场花莲分厂来给各位看这个装置艺术。那这件作品呢，有我们的前辈艺术家雕刻大师杨英风的作品讲到杨英风，可能大家很陌生这个就是以前他们糖厂的宿舍区一个不明就里的石狮。然后这个造型呢，也跟神社当中的那种破拳是完全，我觉得是无关的啦。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经过复原过的一个历史建筑哦，来，这叫做花泥农场招待所哈、哦。这个门是关起来的，不过好像没有锁，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进去看。哎，可以耶。那这边已经把它整理成一个住宿区了哦，很漂亮。如果各位呢想要来体验那个日式建筑哦，和风的感觉的话哦，可以上他们的网站来预约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这当然是全部都经过翻修过的。好，那这间招待所呢？它是谁设计的呢？大家猜猜看。好。那据说这招待所是由很有名的设计师他叫深山松之助设计的哦。那深山松之助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我们台湾3大州厅的设计者。那哪3大州厅呢？就是台北州厅嘛、台中州厅跟台南州厅。那在寿钢厂成立之后呢，这边一度成为他们的厂长宿舍了那在2战期间就遭了盟军的轰炸嘛，那时候应该是毁坏的差不多了。然后到了战后我们退辅会跟台糖换地之后进驻到这边来，就着手开始修复这边的一些以前的日式旧房舍其中就把这一间列为一个重点的一个修建。那据说我们那个蒋介石曾经在这边住过所以他一度也被称为蒋公行馆啦。那在这边跟各位补充一下这个寿工厂的前身好了啦。早期那个我们鹤田组进来的时候这边其实也没有比较有规模的一个糖厂设备啊那是在1920年因为有新式的那种机械产生了我们的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就接收了我们鹤田组的糖厂，就把它改造成新式的糖厂，然后同时也建了一个酒精工厂在这边。隔年就是1921年又增设了大和工厂。其实大和工厂那个规模又比这边的寿工厂来得更大。那鹤田组自从被接收之后呢，它就在历史上就正式退场。那这个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总部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台南出来之后要把门给人家关上这个招待所其实还可以延伸到这后面这边。那前面好像有一个平台，刚刚没有走到这边。这个糖厂的宿舍区是范围还蛮大的这边还有几间，这个是新的了这边一栋一栋的都称为小木屋住宿区。就是这一间看起来非常典雅的一个屋子阿龙老师跟我说，这一间就是以前的弹药库这边还有一个遗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出了农场之后呢，过来这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以前的寿寻常小学校的校区了我的猜测呢，这边应该就是以前寿寻常小学校的大门然后那个右边有一个土地公庙，那个就是昔日的奉安殿。这个奉安殿巧妙地被这个福德宫给隐藏起来。来看一下，好，那现在供奉着我们的土地公。一般来讲，奉安殿的门都是用铁造的那最特别的一定有这个家纹这个就是57铜纹属于日本皇室的家纹其实这个奉安殿造得非常的坚固几乎没有什么损害那上面的屋檐呢是把它改造成中式的那个飞檐还有那个朱瓦，看来颜色不一样，应该是后面再把它补强的那中间呢这一根就是我们神明灶的很重要的特色特征叫洞池。在上个礼拜我也发表了一篇关于奉安殿的一篇文章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日本文史工作者针对奉安殿的研究这个奉安殿是类似神社的建筑，那一般来讲都会设立在寻常小学校里面那寻常小学校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义务教育的学校了这个跟公学校是有不同属性的那里面呢会放什么呢？会放那个所谓的玉真仪，那玉真仪就是天皇跟皇后的照片及一本教育赐语。这个奉安殿其实有一种象征也就是当初日本他们为了要扩张他们的那个军国主义的思想然后奉安殿就会成为他们的一种教育手段我找到那个文史工作者他的资料就说这个当日本战败之后呢日本他们也
发起了一阵子的那个拆除凤安殿的行政命令然后必须要将里面的玉真营归还给皇室。如果说没有归还给皇室他们也会派人将玉真营拿出来秘密焚烧。然后在拆凤安殿的时候也是秘密拆的这个日本人他们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个性，他们是认为说你不能光明正大在那边焚烧或者是拆除这个凤安殿就是说这个行为就是很怕影响到学校的一些师生嘛。所以呢，现在在日本这个凤安殿也是稀少的存在了那现在留下来大部分都是为了历史保存上面的价值嘛。其实也有几个是已经把它改造成神社的啦。那我们现在台湾呢，除了我们这个寿寻常小学校的凤安殿之外呢，还有另外2座，一个是在台南嘛，一个是在苗栗。其实我是觉得啦，像这样子的一种军国主义的一种思想在日本战败之后他们也是有经过一些反思其实我们这个寿寻常小学校的存在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缘分因为它巧妙的被给我们这个福斗宫给隐藏起来有一点像是乔装所以才躲过那个拆除的命运以前在台湾其实到处都有凤安殿好，那共和村呢就先介绍到这边，然后我接下来要跑一段非常远的路大概3到4公里啦我要去那个以前的鹤田村。出了这个牌楼之后呢，左转，那我身后这条路呢也可以到立川渔场前面的路呢要取右，然后左边一直走呢就回到了寿丰市区这个家家户户都有养狗真是的。前方这座桥叫下老溪桥，然后右边呢有一个观景平台，这边有一个土根点下老溪桥，这下方呢就是老溪的那远方那个红色的建筑物呢就是东华大学其实这条路也是以前的旧糖铁那这边呢是一个赛车场Go Kart 的，好酷那左边这座桥呢是为台九线，然后我要从这个地方右转下去这条产业道路呢也是昔日的旧糖铁路线，在这个地方要左转也是昔日的糖铁。远方的山呢就是海岸山脉。好，前面出现了一个土地公庙那待会呢，我们还是要顺着路往右边下去。好，那这边直走呢，可以到东华大学。其实，在史记踏查里面，那个土地公庙也是一个踏查的一个线索如果有土地公庙，就证实了这附近以前就是汉人的聚落了其实我今天的重点是要带大家去看那个吴权城开拓纪念碑啦。我们要过马路了。那我的左前方呢，就是东华大学的方向。这边有一个路标啦，往吴权社区。那这条路呢，就叫做丰平路。前边的路呢，取左。这里就是昔日的吴权城。右边呢，是一座废弃的小学，叫平和国中小学吴权分校。然后那个蒋中正的雕像还立在中间。那这个学校的左侧呢，就是吴权社区活动中心了然后这边有立了一块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呢，做了一个像城堡的造型哦。吴权城史迹简介，我觉得大家看看就好了。我不太喜欢他写的内容了。那这里为什么会称为吴权社区呢？那吴权指的是一位淡水的商人哈。也就是在道光年间嘛，应该是在1825年或者是27年，他从噶玛兰那边带200多名那个汉人过来这边屯垦。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是沿着那个花莲溪登岸然后徒步来到这个地方就开始进行他们的开垦事业。那想不到呢，这个附近其实有我们所谓的木瓜番社的人会来这边侵扰其实他们都会说那个是番害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原住民的领域啊。他们在他们的习俗里面，就是有外人踏到你们的领域里头来，他们就会极力反抗嘛，就会出现那种来跟你们侵扰国手了出草。于是呢，那个吴权为了要防御这边进驻的这些汉人聚落就开始去搬那个大石头了就筑堡形成了一个范围，所以后面的人才会称这边为吴权城啊。其实他们这个开垦事业其实都不顺利后来没多久吴权就在这边就水土不服啊，染疫就不幸就离世了，然后留下的头人还继续他们的开垦事业。想不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失去了领导人嘛，然后这边汉人于是就纷纷离开有一部分呢就跑到那个新城那边去，因为新城那边也是有汉人来这边屯垦的聚落嘛。那久而久之，这边人就越来越少。大约3年之后，这个吴权城就从此就荒废掉。那后来到了1899年那鹤田金三郎底下的那个所组织的那个鹤田组这个开发公司也进驻到我们吴权城这个地方进行他们的开垦事业，几乎是延续的那个吴权未完成的使命一开始还蛮顺利的。那不仅在这边种植的那些甘蔗制糖用糖粕来生产红糖还可以外销到日本去。然后同时呢雇佣这边当地的客家人跟福佬人，还有一部分的阿美族人从事一些劳务工作当中也有跑到山里面去采樟制脑啦。其实这个制糖事业是被日本当初认定为国策作物啦所以他们其实是把主力是放在那个制糖啦所以鹤田组底下人力就不足啊。于是呢，他都从日本招募了日本人过来这边，全部都是投入在那个制糖事业啦所以我们花莲最早的日本移民村就是鹤田组底下的鹤田移民村。那大家知道吗？这不仅是我们花莲第一个日本移民村，也是全台湾第一个日本移民村跟各位补充一下，就当初吴权城他们为了要抵抗那个原住民的侵扰嘛据说有挖了一条地道。那其实这个地道还留着很久一直到了战后，我们这边社区开始整建嘛，就把那个地道给盖起来。正确的位置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前面这个福德庙这里呢，要右转。其实这个地方有点隐秘，对，如果不说，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好，就在前面。这个基座呢，包括这个圆形的一个范围其实都是原件这个碑文记载了当时他们鹤田组进来的一些辛苦的过程这边有写一个吴权后鹤田金三郎。那什么时候立的呢？就是昭和15年。那这个昭和15年呢，也就是1940年这边写一个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那刚刚聊到这个吴权呢，接下来跟各位聊一下这个鹤田金三郎。鹤田金三郎其实是一个蛮厉害的人他们家族本来就是在从事开发在早期都是采樟制脑这个部分的事业。后来甲午战争发生之后嘛在1895年的时候，他就有意来我们台湾这边做他的采樟的啦。可是他不是说来就来因为当初那个日本领台初期嘛你要进来所有的开发都是需要申请，所以当初他就是跟那个大樟组合资跟总督府申请开发许可。那想不到吴权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也遇到了就有一些日本人就不幸的就遭遇我们木瓜番社的人出草国手嘛，然后还有一些他们所谓的那种疫病
其实台湾当初早期那个疫病非常的流行，久而久之，那些本来在这边进行的那些员工呢，逐渐就升起了一股畏惧之心嘛，渐渐的也就是陆续就离开。然后直到了1920年总督府就出面协助那个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来接管我们鹤田组底下的糖厂。那这块碑呢，是在1940年即将进入到太平洋战争的前面的一个阶段了，见证了吴泉跟鹤田组他们当初那些筚路蓝缕的辛苦过程那影片最后呢，带大家去那个吴泉公墓里面去看当时鹤田组殉职的那些员工的纳骨堂了好大的风，右前方就是公墓了，墓园。一般来讲，大家都不太喜欢走到这个墓园里面来了，对啊，大家都会有所避讳嘛，然后前面那个地方有出现了岔路，要往左边走，这个纪念碑其实是被隐藏的好好的，对，原因就是因为这边是蒙阿波嘛，右边呢有一个像是风水墙的东西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进去，然后纪念碑就是在我左方，这个就是风水墙那我们从这个风水墙的旁边走。那胆子不够大的人，我就会建议你不要来了。这个草都长得蛮长的你踩的时候要格外的要小心。这个就是所谓的纳骨堂那纪念碑呢是在这一边。这个纪念碑设立的非常早大正5年，也就是1916年所以上面有写一个业主鹤田金三郎建立这个就是纳骨堂了中间是空的。这边有写盐糖会社嘛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那其实这边才是它的正面写的纳骨堂，就是盐糖将这边当初葬的那些日本人统一把它收纳起来弄了一个纳骨堂这边有写日期了，昭和2年1927年6月的时候建立的。好，那现在整个总距离是来到12.7K， 我待会还要跑个5-6公里回去寿丰那边那我会把今天所走的路线输出成 GBX 到践行笔记，这个地方会设定我的终点了那我回去这一段我就不记录了那寿丰踏查影片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如果想要知道我花莲生活动态后3日的话，就follow我 IG 那我会在最上面发表我的文章很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我是宇可，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这个寿文路呢，就是撒拉塞部落也叫做寿文部落了指的是这条路的右侧这边。离这个早田桥在战后其实还留了一段时间不过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是后面在民国65年之后有改建的了这个国圣庙呢，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那国圣就是国圣爷嘛就是也是盐